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今天5·1，我起了个大早，买菜去婆婆那儿做饭。老公最近很忙，一家人很久没聚了，饭都做不好，怪不得一直生不出孩子。婆婆站在厨房门口边嗑着瓜子，边指挥我炒菜烧汤。她的挑刺是家常便饭，但今天不知怎么了，我有些心神不宁，忘带隔热手套。砂锅从空中落下，滚烫的热汤溅了婆婆满腿。哎呦，你要死了！话还没说完，她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山寨机外放出一道哭哭啼啼的女声：“妈，呜呜，李克死了！”平地一声惊雷，婆婆一下瘫软在地，愣了好大一会才爬起来，也不管我了，拽起客厅看电视的公公，踉跄着出了家门。我也被电话内容吓到，赶忙跟紧他们。一到地方，婆婆直接挤开门口拦着的警察，闷头往里冲。待看见屋里的场景，婆婆嚎啕大哭：“小克呀，我的儿啊，我的老公李克确实死了，死得极其不光彩。他躺在陌生公寓的床上，赤身裸体，尸体已经开始腐烂，满床都是干涸的黄白色体液，可以想象死前是怎样一副战况。我早就和李克说过，乱搞会要了他的命，可他偏不信，一次又一次。法医很简围着李克的尸体哐哐拍照，几位警察正向一名女子问话，女子应该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。婆婆动静挺大，那女子转过头来，那张脸和我像极了，只面容更年轻些。妈，呜，李克死了，怎么办呀？她叫婆婆妈，但李克没有姐妹，亲的表的都没有。婆婆和女子互相把着手，凄凄爱爱地哭在一处。公公站在一旁，原本乌黑的头发也好像眨眼间花白。我心酸不已。我与李克6年夫妻，一路走来感情深厚，结婚时白首到老的宣誓言犹在耳。如今他却先一步走，还是如此不堪的方式。气氛沉闷间，法医交流的声音清晰可闻。公寓房间是密闭的，窗户和门都是向内关闭，没有任何被外力打开的痕迹。现场指纹太多，但没有打斗的痕迹。床头发现一盒近期的榉圆酸烯地内啡片，就是伟哥。药品说明上写着推荐剂量50毫克，在性活动前1个小时用，但现在这一整板都没了，不排除服用过量可能性。还有尸体腐烂有些严重，看不出具体损伤情况，但根据近几天的天气情况，初步推测死者死于2天前下午，具体时间还要等解剖。听到此处，那女人猛地跳起来，摇着婆婆的胳膊大喊：“妈，李克肯定是任静杀的，你记得吗？他前2天，也就是28号那天没给你做饭，你当时和我说过的。”他话里的信息让我直皱眉。婆婆，夏秋怎么在这？婆婆这时却完全失去理智，对我破口大骂：“任静，你丧良心啊！你们家缺钱，你也不能直接杀了小克呀！孩子生不出来，还杀人，你不得好死！”下一秒，婆婆竟和夏秋一起扑过来，我们3瞬间打成一团。公公还算理智，急忙叫来警察把我们拉开。警察一脸严肃，训斥道：“有什么事情说清楚，这是能打架的地方吗？”我理了理头发，准备开口解释，婆婆却抓住时机，拉住警察的手：“警察同志，我举报，儿媳妇任静她每周末都会来我们家做饭，2天前她确实没来，肯定是她杀了我们儿子李克，就为了钱。”婆婆的行为简直令我寒心。我曾经是一名悬疑小说作家，作品卖出过数个影视版权，也算小有名气。后来遇见李克，坠入爱河，
为了经营好我们的小家，我主动放弃引以为傲的事业，做了家庭主妇，还把多年辛苦攒下的钱拿出来养家。李克彻底没了后顾之忧，不久便成为大律师。但好景不长，我爸前段时间生病，我向李克借钱，结果李克说大环境不好，自己早就失业，不敢告诉我，怕我失望。我见他一时颓丧，也没催促他找工作，但家里和爸那儿急需用钱，我便找了家小公司上班，靠每个月4000块的工资勉强养活一大家子。如今这份工作倒成了我证明清白的铁证。警察将我们一行人带回警局，作为死者的妻子，结合婆婆的控诉，我目前嫌疑最大。审问人员隔开公婆和夏秋，单独向我问话：任静，你婆婆控告你杀人，28号那天你在哪？上班？有证人吗？审问人员仔细做着笔录：警察叔叔，不用证人，我有证据。我从包里掏出手机，打开水印相机，一张张翻给他看。今天是5/1，28号那天咱们公司调休补班，周末一般不正式打卡，我们都用水印相机。那天挺忙的，我每个时间段都打卡了。您看一下，得益于公司严格的打卡制度，我的水印相机从早上8点开始打卡，每隔半小时重新打卡一次，有时候自拍，忙的时候麻烦同事帮我拍。打卡过程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才结束。审问人员拿过手机，一张张核对，最终确认28号我真的全天在上班。疑问暂时解除，审问人员起身送我出去。后续情况我们会向你的同事核实，请你暂时不要离开本市，必要时刻配合我们的调查。我同办案人员道别，一转头就看见婆婆正等在门外，我对她失望至极，直接越过她准备回家。没想到这老太太往地上一躺，紧紧抱住我的腿，鬼哭狼嚎：青天大老爷呀，还有没有王法呀？我儿子供他吃供他喝，这女的还为了钱杀了我儿子啊！她那天没给我做饭，肯定是她杀的我儿子。有值班人员过来拉她，她也不松手，大声宣扬我这个废物儿媳杀夫。我气得笑出声：妈，你这是太久不上班，不知道人间疾苦了是吧？5/1调休知道吗？28号我哥那全天上班呢。婆婆一时语塞，嗫嚅着不说话。李克的小晴儿立即捧过接力棒，抱住我另一条大腿，嚎得比我婆婆声音还大。那你给克哥买伟哥什么意思？我刚刚可听法医说了，这东西会吃死人，怪不得克哥每次做完都很难受。你肯定是故意的，这话信息量够大。我们3瞬间成为警局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夏秋可真有意思，大庭广众，李克面子里子被他扬个一干二净，他都不要脸了，我也不用给他留什么脸。那你不也没劝他不吃，还一举帮他生个大胖小子？咱们俩大哥也别嫌二弟，他不行这事。眼看车轱辘在众人脸上压了好几个来回，警察忍无可忍，把我们几个又请回刚刚的审问房间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办案人员敲着桌子，面色不善。夏秋小声告诉警察，李克以前能力很强，从来不吃这些辅助药物，但从今年开始，每次行房事前必吃我买的伟哥。肯定是我给李克下药害他。我听乐了，你真想知道你亲爱的克哥为啥能力下降？我可不是古希腊掌管李克性能力的神，为啥下降？玩多了。我再次掏出手机，这次翻出我和李克的聊天记录，递给办案人员。李克在外永远衣冠楚楚，只有我知道他有多恶心。
他早年一穷二白，却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。于是我用自己的青春和存款一路扶持，久而久之，总有人开他玩笑，说他靠老婆才有今天的成就。他自尊心极强，听不得这些话。我结婚6年，又一直没怀上孩子，他便从男女之事上找信心，自然而然地出轨，从一次一个人发展到一次多个人，越玩越大，更迷上了伟哥带来的刺激，通过让我去买伟哥这件事来羞辱我。聊天记录中，李克每次都要向我详细描述多少人、什么玩法，他有多猛，其中的淫秽程度，怕是他活着就要先去吃一顿牢饭。办案人员的表情一言难尽，夏秋脸色涨得通红，他怎么也无法想象自己挚爱的男人会是这等货色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骗我！他又哭又笑，活像发了病。下一刻毫不犹豫地扑倒我，扯着我头发左摇右晃，说我骗他。警察急忙拉开他，扣住他双手，他还在那又跳又蹦，要冲上来咬我。你是不是有病？为了个渣男打我？对，我就有病。夏秋理直气壮，一会骂我，一会又呜呜地哭，亢奋的状态明显讲不了道理。警察只好让我和公婆先回家等消息，留下夏秋单独教育。我和公婆彻底闹掰，也不想装婆慈禧笑了，干脆搬回娘家住，顺便想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。没等我想明白，就收到警察叔叔的通知，李克的死因已经明确。再次来到警局，公婆夏秋3人排排坐，夏秋挺正常。但上次那架打得太深刻，我特意离他们远远的。李克在2024年4月28日下午2点至4点间死于他杀，死因依然很丢人，被人咬断生殖器，流血而亡。我有些惊讶，李克伟哥用量超标，应该药物猝死才对，管他呢，反正死了。警察表示，现在需要找到李克最后一战的参与者。公婆、夏秋3人神色各异，不过这次没有跳起来指认我，因为他们知道我和李克已经很久没同房了。这些年，我为了怀上孩子，中西医跑个遍，最近1年都在吃中药调理身体。就医记录中明确禁止房事，婆婆因此对我严加看管，防着我和李克同房，甚至于放任李克在外花天酒地。诸多证据下，我很快被排除嫌疑。夏秋倒显得支支吾吾，只说自己当天去别的城市拍戏，也确实拿出了拍戏记录。问话结束，办案人员拿出了一支录音笔。作为律师，李克有随身携带录音笔的习惯，随时随地记录生活工作中发生的所有事情。李克是个变态，这支录音笔里当然也记录着他每一次的精彩床戏。这是在李克先生的。办案人员深吸一口气，似乎有些难以启齿，在李克先生的肛门中找到。这次请你们几位来，除了确认不在场证明，还请你们协助调查录音笔中的声音是否有认识耳熟的。哦，叫咱们来听床戏的，办案人员自然不可能让咱们真听床戏，只截取了几个正常说话的片段，让我们细听。几个片段的对话内容足够劲爆，公婆2人年纪大，片刻后就面红耳赤拒绝再听。夏秋则越听越气，那脸色煞白，仿佛又要发病。办案人员赶紧把他请到别处去。我心如止水，毕竟和李克的聊天记录比，只能算小巫见大巫。片刻之后，最后一站里的所有人都被我认出来了。真巧，全都是熟人，还有刚刚说自己去拍戏的夏秋。一群莺莺燕燕汇聚而来，男的俊朗，女的娇柔，他们或多或少都与我相似。李克以此满足他隐秘的痴心妄想。
凌驾我，征服我。这些人依次被叫进去问话，来来去去，很快就到了最像我的夏秋。夏秋狠狠剜了我一眼，他蒙骗警察，短时间内够呛。我刚幸灾乐祸上，夏秋就出来了。换成我进去，他偷偷瞥我，洋洋得意。房间里，审问人员翻着笔录，正言厉色道：“任静，为什么李克所有情人都表示是你把他们介绍给李克的？我可不会骗警察，确实全都是我介绍的。”审问人员闻言抬头盯着我，明亮的灯光下，他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。你是早有计划安排他们去勾引李克，促使李克力不从心，不断服用伟哥，由此拖垮身体，发生后面这一系列事情吗？这帽子大了！我急道：“警察叔叔，这可冤枉我了，我是有苦衷的。什么苦衷？想清楚再回答。”事到如今，那些曾经的恋恋不舍与隐忍憋屈，都随着李克的死亡一起烟消云散。我还有什么不敢说的？警察同志，你们刚刚也问过，应该能发现这些人都是这2年出现的，包括这位夏小姐也是。我为了家庭，放弃了我引以为傲的事业，原以为会得到幸福美满的婚姻，结果李克功成名就之后，心思就野了，嫌弃我怀不上孩子，嫌弃我又老又丑，不会打扮。前2年我母亲老年痴呆，父亲又生病，我一个人顾不过来，就想着花钱为母亲请个护工看着。可一个家庭主妇能有什么钱呢？我伸手向李克要钱，伸手要钱很难。婚前李克说养我，婚后我要钱他不给，后来他被要烦了，说给他介绍些和我长得像的小明星，就给我钱。为了父母亲，我只能通过我以前的关系不断给他介绍。随着前程往事铺开，我已泣不成声。审问人员面色缓了缓，等我抽泣结束，才问起别的事情。我对答如流，他们最终确定我没说谎。审问人员把夏秋重新叫进来，夏秋刚落座，就急不可待：“警察叔叔，我说是任静杀的克哥吧？人是他介绍的，出轨也是他出的，还每次都威胁我不离开克哥就杀了我们。我确实威胁过他，但出轨……”审问人员瞪着他：“这是警察局，嚷嚷什么？你说任静出轨，拿出证据。我们最新的监控报告，任静女士一直家和公司2点一线，除此之外，也就见你最多。难不成你是她出轨对象？我看你现在得先解释一下之前骗我们的事情，自己干净了再攀扯别人。”夏秋被噎了个大青脸，那不言。得意的笑容转移到我的脸上。还有你任静，能过就过，不能过也别天天把杀人挂在嘴上。我连忙应是。声纹比对结果当天就出来了，是夏秋。他承认咬断李克的生殖器，并吞入腹中，但他不承认自己故意杀人。我和公婆赶到的时候，他正好戴着玫瑰金手铐被押往拘留室，看见我们，他痛哭流涕：“妈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当时性瘾上来了，我和李克都完大了。”等我发现的时候，李克已经不行了。婆婆转过头，一时无法面对这个给她生了孙子，又杀了她儿子的女人。妈，孩子不能没有我，算我求您，您帮我求个情。无人回答夏秋。她好似终于发现婆婆和李克一样凉薄，不再挣扎，安静地往拘留室去。经过我身边时，她轻轻笑了一声，也不知是阴阳怪气我，还是嘲笑她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夏秋走远后，办案人员领着我们进了办公室。他放了一段录像，视频左上角的时间为2024年4月28日下午4时分。那天雨下得很大，连连雨幕中，一个身体被打上马赛克的女人漫无目的地走着，
马赛克很厚，但不难看出女人赤身裸体，雨水连绵。女人像是失去了知觉，走着走着开始大叫，神情亢奋地奔跑起来。画面渐暗，办公室一时寂静无声。视频的女主角明显是夏秋。我们在调查沿途监控时发现了这段录像，夏秋对这段经历毫无印象。后经医院核实，嫌疑人夏秋却患有躁郁症及性瘾症。办案人员没有接着往下说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婆婆一脸迷茫，当然有问题，代表夏秋可能不用被判刑。办案人员没有正面回答婆婆，只接着道：至于夏秋犯案时是否处于发病状态，我们还需要继续评估，先提前给你们打个预防针。公公婆婆还是云里雾里，但不好意思开口问，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搓搓手，不懂装懂，只要能给我们家李克一个公道就行，顺道赔点钱。办案人员不再说话，告诉我们案子将继续调查，便让我们回家了。路上，婆婆舔着脸问我，刚刚那段录像什么意思？我答非所问，妈，这会想起来我这个儿媳了吗？之前卖我卖得那么欢，如今我不是凶手，心里很难受吧？婆婆梗着脖子，扯出一抹笑。小静，你看你这是哪儿的话？咱们不是一家人吗？这话说得恶心。我冷笑不止。妈，咱也别互相装孙子了。你之前和李克合起伙来骗我没钱的时候，倒不说是一家人了。如今李克死了，我要的也不多，把我那份该得的钱给我，我们两清。以后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走各的阳关道。婆婆气得直跳脚，一口气没顺上来，竟然瞬间倒地。公公在旁边指责我：小静，我们家自问待你不薄，你现在是过河拆桥，你不怕小柯夜里来找你吗？啊，李中克来了，之前闹得那么凶，一个屁不放，现在出了警局开始显威风，他最好来找我，让我看看太监还怎么个能法，怕是上来了都要捏着嗓子说话。你好了，又躺一个。我慢悠悠拨打120，目送他俩被抬上车后，吹着小曲回家睡觉。接下来养精蓄锐，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公婆果然没耐心。2天刚过，我接到法院的电话：任女士您好，我是清河市民庭调解员。关于李克先生的遗产法定分割，李太广先生与曹雪花女士表示有异议。我们希望能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，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。请问您接受调解吗？接受。怎么不接受？真上了法庭，李克爸妈估计能直接驾鹤西归。为了李克爸妈的老命，还是调解吧。当天我准时到达调解室，还没坐下，婆婆搂着个孩子直接开口：这孩子是我们李家唯一的种，小柯的遗产也有他的一份。我开口：夏秋的小孩还挺可爱，但说实话，你家的种生不出这么可爱的。婆婆气得脸都绿了，猛地站起身，抬手就要打我。调解员出声呵斥：双方注意态度。婆婆偃旗息鼓，向法官哭诉：青天大老爷，您看看，这不是我态度不好，是任静这丫头骂人呐！我儿子如今就留下这一个孩子，我专门找咱们邻居问了，非婚生子不是也能继承财产吗？我就想为他争份财产，为他傍身，这也有错吗？法官眉头皱起，没有表示，让我继续陈述。我摇了摇头，从包里抽出一份报告放在桌上。爸妈，我真不是骂你们骂李克，这孩子确实不是你家的种。我爱李克的时候，怀不上孩子，我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；我不爱李克的时候，就是他克我，我得在他身上找原因，还真就找到了。我笑眯眯的：无精子症知道吗？你们家李克是无精子症，
也就是说他阳痿，生不了孩子，即使他还活着也很难治好。你们家皇位注定要旁落他人。我咂咂嘴，可惜呀，可惜。李克要知道自己有无精子症的时候再死，那该多好！公公也坐不住了，他大喊大叫地冲过来：“你胡说什么东西？我把你嘴打烂了！让你瞎说！”调解员急忙拦住他，示意我少说两句，但有些话不得不说。爸，您别急，我知道您和妈肯定生我气，我也害怕冤枉了李克。所以之前给李克和孩子做亲子鉴定的时候，顺便帮你们全家所有人的血缘都查过了。您猜怎么着？李克和婆婆有亲缘关系，和您却没有。也就是说，李克不是您的孩子。我于是找呀找，我还真帮李克找到亲爹了，您的好邻居好兄弟，就去年才去世那个，跟您做了一辈子好兄弟。爸，您也太老好人了。儿子都共享，全场安静如鸡。公公整个脸庞涨成紫红色，胸口急速起伏，显然受到了极大的刺激。他转过头，紧紧盯着婆婆。婆婆吓得尖叫：“你胡说！我可没胡说！”我又从包里掏出2份报告，甩到桌上。法官拿起2份报告仔细审阅，片刻后下了定论：3份报告都是真的。我无奈地摊开手：“对吗？这怎么调解？无精子症和绿帽子调解不了哦。”董雪花，你个婊子！我跟你拼了！极度愤怒的公公轻易突破了调解员和法官的防线，一把将婆婆按在地上，双手死死地掐住婆婆的脖子。婆婆双手在空中乱挥，无力地挣扎，眼看出气多进气少，法警当即立断前走了公公。我轻轻走到婆婆身边，温柔地拉起她：“妈，你慢点。”婆婆重重挥开我：“任静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非要整得我们家破人亡才甘心是吗？家破人亡，他还有家可破。我呢，当初恋爱脑发作，用所有的积蓄和青春堆砌出一个华而不实的婚姻和徒有其表的李克。我得到了什么？因为可笑的婚姻和可悲的自尊心。一开始我并没有介绍小情人给李克，他也没给我钱。母亲走失，因为轻信李克失业，父亲重病而亡，家庭已经破碎。那钱呢？我用自己的积蓄一手捧出李克，清算时，他们李家和该把钱吐出来，所有的钱。闹剧结束，法警拉走公公，我和婆婆各回各家。嫁给李克的6年，侍奉公婆，操持全家。我没有自己的时间，如今无事一身轻，立即约上好久没见的小姐妹，该吃吃该喝喝，出去旅游钓小帅哥。旅游途中，我接到社区的电话，公公被关了几天，从拘留室回来后，被戴绿帽的事情整个社区都知道了。如此好面子的人，在外被嘲笑，回家逞能，天天家暴婆婆，释放自己的怨气，越打越狠。婆婆在反抗的过程中失手把公公杀了，婆婆自己吓到脑溢血，送到医院时已经瘫痪。老李家亲戚大都去世，竟只剩我这个儿媳能料理后事和照顾婆婆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也没多开心。天理昭昭，报应不爽，我自己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社区请我回去照顾婆婆，我一口答应下来。姐妹不理解，还以为我贱骨头，上赶着给自己找罪受。我摆摆手，笑得很开心。你不懂，在见到婆婆时，曾经精神抖擞，能和我大战300回合的老太太，如今口鼻歪斜，躺在脏污泛黄的床单上发着呆。见我来了，她眼中迸发出滔天的仇恨，呜呜地叫着挣扎，床架摇得嘎吱作响。社区服务者啊，老太太有反应了。我们这些天和老太太相处，她都没什么反应。你这儿媳妇一来，
老太太明显高兴了，还是自家儿媳好啊。我笑着应下来，是啊，我之前和妈的关系可好了，她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和我说，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帮我照顾妈。社区服务者和我互相寒暄，老太太的床摇得更响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每天起早贪黑，不畏脏乱，为婆婆端屎端尿，擦身翻床。周围人看在眼里，都称赞我是个孝顺的儿媳妇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每天都和婆婆聊天。这天正好说到，我无意间得知他们一家如何谋划让我净身出户，迎娶生了皇位继承人的夏秋进门。自此，我彻底下定决心杀了李克。李克犯贱，却为我创造了条件。事业辉煌时，我是圈内炙手可热的作家、编剧，娱乐圈藏污纳垢，一些出不了头的小明星总会赚些外快，你情我愿。何况对象是金融圈的大绿，自有蝴蝶翩跹。刚开始找小明星时，我只想快点拿钱为父母亲治病，并没有深交。直到遇见了夏秋，更确切地说，是夏秋找的我。彼时我是被不幸婚姻摧残6年的落魄主妇，而夏秋则已稳居3线，小有名气，无需委曲求全。面对我的疑问，夏秋表示自己怀孕了，却被孩子父亲抛弃。她已厌倦娱乐圈尔虞我诈，想找个下家。我说李克不是好人，夏秋当时笑道：“我也不是好人，谁都像你这么傻。可惜纸终归包不住火。”我得到自己即将净身出户的消息，夏秋告诉我，李克也知道了孩子不是亲生的。于是我和夏秋一拍即合。4月27日，李克通知我，第2天他要在公寓开一场银趴，让我提前准备好他需要的榉圆酸烯地内啡片。2024年4月28日，是日大雨，天气阴暗。一大早，夏秋戴上口罩替我上班。我们俩本就长得相似，身形相似。以娱乐圈高超的化妆技术，夏秋扮成我轻而易举。工作繁忙，同事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交流机会。夏秋那几天经常和我换人上班，即使有细微的差距，时间的潜移默化会掩盖掉一切。上午，我化好妆，孤身前去李克的公寓，一进门就是一堆花白的肉体。现场所有人已经玩开，没人会发现夏秋的些许不同。李克长期服用伟哥，视力下降的厉害，激烈的情势更是消弭了他引以为傲的观察力。他使唤我：“秋秋，给我再来几颗伟哥。”我非要把他们全干趴下，莺莺燕燕，乳燕投林，奉承着娇笑。好啊，要求很合理。我挤出一板子的伟哥，还细心为他接了温水，服侍他亲口咽下去，眼睁睁看着他与众人滚去一处后，心满意足离开。伟哥的剂量能否致李克死亡，全看他自己的人品。借连连雨水的遮挡，我快速回到公司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公司中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，大家都是各自在座位上吃饭。夏秋借口出去买鸭脖，与我成功调换。之后，我一直加班到晚上9点才离开公司。至于夏秋又回到公寓及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的起因，我就不大清楚了。只记得警察拷走夏秋的那天，他经过我身边时，含着笑轻轻呢喃了一句：“放心。”于是认罪，于是落幕。安全是一种感觉，老公没给我，老公的小情人倒是给我满满的安全感。妈，你说，李克和你们什么都想要，却什么也没得到，何必呢？如果当初对我哪怕有一丝真心，可能就不是今天的结局了。老太太说不出话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我离得近，她强撑着昂起头想咬我，那满嘴腐朽的臭味差点熏吐我。我马上侧身后退，
也罢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你们家也不中用，贱种就是贱种。我硬挤出几滴泪。妈，李克已经见他亲爹去了，你也早点去吧。儿子没了，孙子没了，财产没了，还有地下的鬼呢。您安心去，你们老李家的好事，我一定替你们好好宣扬。你们的遗产就当做我的辛苦费吧。我巴拉巴拉说个没完，老太太终于眼睛一翻，活生生气死了。李克死后，我作为儿媳，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。李克家目前已无亲人在世，李克和公婆的遗产将归我所有。8月夏日阳光耀眼，我带着孩子去精神病院探望夏秋。经警方查实，夏秋作案时躁郁症和性瘾同时发作，不能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，所以不用负责任，但需要在精神病院进行强制医疗。你还好吗？夏秋瘦了很多，病号服穿在她身上空荡荡的。我很好，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她的眼神温柔如水，真的很开心曾经的你回来了。阿静，看着你我都觉得自己快好了，那我多来看看你，你就能早点出院了。我牵起她枯瘦的手，十指交叠。那段时间辛苦你了，你快点好起来，我和孩子都在等你。病房幽冷，烂漫的阳光越过花园跳进房间，为夏秋姣好的面庞铺了一层浅浅的荧光，像婚礼的头纱。我从来没觉得辛苦，我把那段时间当作奖励，因为我终于能触碰你，短暂的陪伴你，未来还能和你有一个家，多好。夏秋番外，作为孤儿，一直没人教我怎么和这个世界相处。娱乐圈赚钱快，我就去当了小明星，到处吃亏，磕磕绊绊。第一次遇到任静时，我被小作坊公司灌了药送给投资人。酒店走廊一排排的灯光冰冷得像地狱的接引，我当时想着，被玩死算了，这操蛋的世界也没什么好留恋的。突然间，警笛声大作，公司的人把我迅速扔下跑了。我中了药，全裸躺在地上不能移动。不过片刻，有一双温暖的手扶起我往楼下走。醒来时人已躺在医院，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照顾我，她叫任静。也是她报警救我，她说我和她长得那么像，也要和她一样厉害。我做了她小说改编的电影主角，以后的日子越发光鲜亮丽。我被天下最娇艳的玫瑰捧成了太阳，可我再见这朵玫瑰时，它的叶子蜷缩，花瓣掉落。那一瞬间，我喘不上气了，整个世界忽然枯萎，要去他身边，我才能活着。于是我谎称试管的孩子是渣男抛弃，想给自己找个下家。他相信了，我得到了短暂陪伴他的奖励，我很开心。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。任静想要杀了李克，他犹豫着不想拖我下水。我编造李克知道孩子不是他的假象，任静才终于同意合作。任静亲手杀了李克，我劝不住。28号那天，我替任静去上班，他的同事没人发现。怎么会发现呢？世界上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。回到公寓时，李克还没死，他应该死的。但这种渣男的血不能玷污我的玫瑰，玫瑰盛放在阳光下才最好看。我见命一条，这种事就应该我去做。与任静分别的6年中，我在娱乐圈摸爬滚打，患上了躁郁症和性瘾。我想赌一把，如果成功，渣男死了，玫瑰清清白白，我可以正大光明地做一湾绿叶，和玫瑰长长久久。我用1个小时把自己逼疯，撑着最后的理智寻找李克。公寓里淫词浪语不断，白花花的肉体层层叠叠，像一坨变异的肥肉。人间炼狱般的场景却不能撼动我分毫。动手的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阿静今天没穿雨衣，
雨那么大，希望他不要感冒。再等一等，以后都是艳阳天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婚是中午结的，新郎是晚上跑的。离婚的时候，周琛反咬一口：“你要离婚，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”我觉得可笑。当初提离婚的人明明是他周琛，出轨的人也是他。现在他和他的真命天女去北海道玩了一圈，回来却说是我有人了。医生解释，因为滑雪事故，他脑子里有一块淤血压迫神经，导致他短暂性失忆。也就是说，大学之后的记忆他全都不记得了。那时候胡迪飞还没有出现，他深爱的人是我，梁冰。我们青梅竹马，就算没有爱情，也会有亲情。你怎么舍得离开我？他咄咄逼人地质问我，让周围的人都陷入了沉默。我想笑，心里怒气十足。当初他提出离婚的时候，我也是这么说的。瞧瞧，这就是我们一同长大，一起陪伴彼此的默契，就连挽回用的力气都一模一样。周琛，忘了不代表没做过。现在你最爱的人不是我，是他。我指着站在窗前的胡迪飞，他身形单薄，脖颈线条优雅美丽，像一片纸一样。窗外天色灰蒙蒙一片，雪打着转飘下来。胡迪飞转头看过来，他满眼通红，脆弱的模样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摧毁。对，就是这个模样，弱不禁风的模样，让男人怜爱，让我恨他。他冷淡地看了一眼胡迪飞，把目光定我身上。我不信，是我知道他出轨的时候，我也不信。我和周琛青梅竹马，见证彼此人生中最精彩的历史。我们的生命里早已没了你我，只有我们。如果我回到那个时候，我也不信他会出轨。纠结过去没用，事实就是这样。周琛，我们已经走到离婚这一步了。病房密不透风，压迫得我喘不过气。周琛用那双饱含深情的眼盯着我看。你要走了，离婚的事等你做完手术，我们再商量也行。他很茫然，也很慌张，伸出手想要抓住我，被他的助理按了回去。给彼此点时间吧，琛哥。我拉开门走出去，走廊里是我高跟鞋敲打地面的声音，形单影只，也就剩下他陪着我了。等电梯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条信息，发信人的号码一直都是我的梦魇。他说到天台聊聊，天台有一家咖啡厅，透明玻璃，看得到整座城市的面貌。角落中，胡迪飞面前放着一杯还冒着热气的咖啡，侧头看着窗外，一手抱胸，一手指尖夹着烟，很美。我脚步一顿，他总是这副模样。如果他不是我婚姻的破坏者，我相信我可以好好欣赏他的美。可因为周琛，我一直憎恨这份美。他夺走了我人生中所有最美好的东西。我恨他，我恨他们的爱情。我站着，远远地看着他，心里在撕扯。直到我坐下，他才扭头露出一个局促的笑容。我从没见过他这副模样。胡迪飞从不认为他自己是小三，他面对我，似乎始终总有那么一点同情，但更多的时候是高傲。从我知道他介入我婚姻的时候，他就说是你老公缠着我，不是我非他不可。怎么说呢？让一个清高的艺术家低头承认自己做错了事，好像很难。他有一套自己的道德法则。三个人的感情里，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。要聊什么？我从回忆中抽身。胡迪飞掐灭烟，垂眸自顾自地说：“他给我过生日，我们一起去日本。”我知道周琛给胡迪飞过生日，去日本。他为了他包下了颜真卿的画展，包下东京铁塔一晚，只为了两人吃一顿浪漫的晚饭，还有烟花。银座的顶层包间，最后滑雪的时候，为了保护胡迪飞，他飞出20米远撞在树上，
听着胡迪飞嘶哑的声音，讲述着他们最后的浪漫。我好难受，可我已经习惯了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不能释然。我生日的时候，他亲手下一碗面，我就心满意足。想要过得铺张浪费一点，我都会责骂他。公司的经营还需要钱，不要瞎花钱。现在我们有钱了，他只肯把时间和钱花在另一个女人身上。失忆后的周琛怎么都不信胡迪飞是他爱的人。他在短暂的时间里接受了公司的存在，但是就不能接受胡迪飞。公司里的高层出来作证，拿出两人的照片，还有过往的新闻。琛兵集团老总为博情人一笑，拍下价值3000万的画，各种细节证明他们彼此相爱。胡迪飞是他手心里的宝，而我这个糟糠之妻已经成了过街笑柄。说到这里，胡迪飞又点了一根烟。不怕你笑话，我现在感受不到他的爱，虽然我相信他会记起来我们的过往，但那时候我恐怕也不能忘记现在被他伤害的经历。我笑了，笑得嘴疼，这种悲伤才哪儿到哪儿。我被他伤了千百次，心早已经千疮百孔。现在他不过是把他忘了而已。他不知道，最疼的不是忘了，而是你最爱的人记得你们过往的一切，却仍旧把你的真心踩在地上，把他的真心奉献给另一个人。笑着笑着，我又觉得悲伤。周琛之前到底怎么爱着胡迪飞的呀？他把他忘了，他就委屈成这样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喝了一口咖啡，胡迪飞叫我来，肯定不为了听他诉苦。我们两人很久没有这么平和地坐下来谈话。他张了张嘴，而后眯了眯眼，有话说不出口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我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因为他失忆就不离婚，更不会因为他失忆就抹去他犯的错，他对我的伤害。更何况，等他有了你们的记忆，我们还是会离婚。”这话高贵的艺术家从不屑说，世间万物都应该围绕着他转才对。胡迪飞点点头，你明白就好。那一刻，我真想撕破他自以为是的面具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在这场爱情战争中输得一塌糊涂。看着电梯鲜红的数字，我仔细想着，到底什么时候，我从一个理直气壮、本应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人，变得如此唯唯诺诺？是不爱了，还是斗不过？你也来看他。有人打断我的思绪，身侧男人问了我一句话，我僵硬地扭头看他。程峰，我和周琛的高中同学，很久没见过的熟人。我想和他打招呼，但是情绪早就不允许我说出任何一句话。我负责他的后续治疗，这个人很烦，我不想和他说话。他一直在我耳边说着周琛的病情。他说，短时间内他恢复记忆的可能性不大，开颅手术没必要做，他们家人也不会同意的，只能看后续了。这个血块自己会消散，用药比手术风险小得多。他们家人，我笑了，我已经不是他家人了，对吗？程峰没再说话。到了1楼，电梯缓缓打开，迈出去前，我扭头看着他。你说的对，之后我就不是他家人，他的病情也不用告诉我。如果用一个词形容我和周琛之间的感情，我想莫过于物是人非这个4个字了。相识30年，相爱10年，结婚5年，回头看去，物是人非，一地鸡毛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情窦初开，高中的时候就互许芳心，大学在一起，甜蜜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。说实话，我们的感情也不是一帆风顺。在我出国读书，他留在国内创业的时候，我们紧密的关系就撕裂了一个小口子。我是后来才知道的，他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胡迪飞，他们在一家画展里相遇，两人相谈甚欢，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颇为相似，一起畅谈，
一杯咖啡，一个亲吻，他被他夺了魂，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了。和我摊牌的那个夜晚，周琛说他们才是灵魂伴侣，而我不过是习惯。分离也来得猝不及防，胡迪飞只留给他第二天清晨早已冰凉的枕头，上面有他的头发，还有他的痕迹。从此之后，他消失了。周琛满世界寻找他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只身跑遍了胡迪飞想去的地方。那时候我在干什么呢？他沉迷于另一个女人为他打造的温柔乡的时候，在他为了另一个女人心痛而满世界乱飞的时候，我在干什么？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他。我想周琛，疯狂想念，看到任何东西，我都可以想到他。街边的热狗很好吃，我想他要是来找我，我就买给他，一人一半。电影院里又上映了他最爱的电影《魂断廊桥》，我在电影院里看得泪流满面，主人公的脸在我眼中，我心里全是他。教堂里，我向神明祈求，可不可以不要让他爱上其他人，让他等等我。神明也好像给了我回应，既然爱他，为什么不能守在他身边呢？是啊，为什么我要离开他？落地那天，我发了信息给他，来接我回家。机场内人来人往，他走过来，比我出国前瘦了。看到他，我的泪水流了出来。我以为他和我一样，被思念折磨，因为彼此错乱的时差而难受，日渐消瘦。我抱着他不松手。他说：“梁冰，我想你了。”我闻着他的味道，抱着他，摸着他的背。我想这辈子我们都不要分开了。既然我们能在一起25年，那剩下的25年也会在一起吧。他接过行李转身要走的时候，我掏出戒指，跪在机场中间。我问他：“你愿意成为我的丈夫吗？永生不负，共同进退。”我们一起度过了25个春秋，但是不够。你人生中的所有春秋，我都想要。说话的时候，我已经泪流满面，看不清他的表情。我听到他说：“我愿意。”我恨他。如果当时周琛能够坚持一下，为了他如同烟花般短暂的爱情再坚持一下，不要把我扯进他们的世界里就好了。第一次遇到胡迪飞，他的身份是我婚纱的设计师。我告诉他我对婚礼的向往，他细声细语帮我量身体各个部位的尺寸，和我谈论他在法国巴黎卢浮宫里看到的蒙娜丽莎。讨论设计细节累了的时候，我和他聊天，他告诉我哪里的咖啡豆最好，又告诉我非洲部落人们结婚的习俗，还有斯里兰卡的水有多蓝。胡迪飞很好，他身上有一种神秘的气息，我暂且将他归类为艺术家的气质，会作画，会音乐，会设计，懂时尚。婚纱做好后，第一次试穿，我从他眼中看得出，这件婚纱就像是他的爱情。他的眼中第一次有了火光。你怎么看待爱情？他走到我身边，和我说话，目光却还是落在婚纱上。陪伴、梦想、责任。胡迪飞听到我的答案，他笑了。爱情是一种疾病，他下定论，而后低头仔细看着裙子上的细节，这里的褶皱不流畅，还有这里都需要修改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因为爱情的尘埃落定而变得美丽、滋润。我相信未来是美好的，我和周琛也会有一个家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。婚礼是盛大的，琛冰集团总裁的婚礼，全城的人都知道。我以为我们是神仙眷侣，现在想来，或许是当时忙于婚宴，没有注意到周琛的片刻走神。在我欢喜为我们婚礼准备的时候，他见缝插针地思念着另一个女人，可我又真心感受不到当时的他心里有其他人。毕竟婚礼上的誓词，他说的那么真，他眼中全是我。我们青梅竹马，金童玉女，就该如此有一个幸福的结局。入洞房，
他喝多了，一直在吻我，我很动情，可我还是忍不住问他我离开他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想过我？周琛身子一滞，而后咬着我的耳朵说：“想，我一直都在想你。”一阵刺耳的铃声响起来，周琛坐起来，脱去衬衫，丢开手机，没有任何一次欢好让我觉得我们如此之近，他的灵魂里嵌着我的爱，原来幸福的模样如此简单。可惜一切都是假的，婚是中午结的，鬼是晚上出的。新婚夜，半梦半醒之际，我听到了他手机中嘶哑的女声：“你的新娘穿着我设计的婚纱，她好美。”然后我的丈夫消失不见，直到第二天，我才知道我的婚纱设计师在我的新婚夜自杀送到医院，我的丈夫陪了半宿，明目张胆的出轨。我一直都不敢去面对这个事情，假装我们之间很好，很完美，他只是出差了而已。可躲避永远都不能解决问题。我去公司找周琛，给他送午饭，碰到了刚从楼上下来的程峰。他看到我有一点吃惊，而后神色变得正常。你来找周琛，他不在，你跟我去喝杯咖啡。我看得到他眼中的尴尬，还未开口回答，我听到了软糯带着撒娇的声音从程峰身后转过来：“阿琛，我们中午吃什么？”我手里紧握着的午餐存在得十分刺眼。下一刻，天摇地动，我紧抓住程峰的衣角，额角冷汗直流。“求你帮帮我！”程峰一顿，转过身子挡住了我。“程峰，要不要一起吃饭？”车门打开的声音响起。“这家日料很好吃，是迪飞最爱的，你可要尝尝。”程峰因为我抓着他，额头顶在他后背，一动不动。“程峰，怎么不过来？”他身子往前倾，我紧忙抓住。“别这样！”程峰回头握了一下我的手，他轻声说：“别怕，我给你出气。”周琛的脚步声响起，程峰转头，照着周琛的脸过去就是一拳，拳锋利快速。胡迪飞的尖叫声响起，从车里跑出来，扶住了周琛。我扔开手里的午餐，扑过去抱住还要出拳的程峰。“别打他，别打他！”周琛的目光落在破碎的午餐上，而后他用眼神锁定我。终于，我千方百计躲避的画面，周琛出轨的事实，赤裸裸地掰开，血淋淋地出现在我眼前。胡迪飞抱着他的手，像是恶毒的蛇。他们两人眼中充满了坚毅，像是被世界背叛的罗密欧与朱丽叶，被我这个恶毒的女人掐断了他们的爱情。周琛，程峰使劲压抑着自己，我抱着他，能感受到他体内的愤怒。“你才发誓要对梁冰好一辈子，怎么，一份誓言可以拆开给两个不同的人吗？”“程峰，这我和梁冰的事与你无关。”我的泪水从眼角流出，染湿了他的衣服。“程峰，我撑不住了，闭着眼，我没了力气，帮我，求你！”再次醒来，秋风追逐落叶，晨霜一片。“你需要休息，低血糖，注意身体。”程峰说完，离开了病房。很快，琛冰集团老总结婚当天出轨的桃色新闻，比他结婚这件事还要轰动，仿佛结婚就是为了他出轨一样。父亲来看我，我告诉他没事，那些都是外人不知道事情瞎说的而已。在父亲苍老的面容上，我看到了悲伤。可日子还要过，我放弃了自己的梦想，可不是为了当作检验他们感情的试金石。我相信周琛只是暂时迷路而已。结婚第1年的时候，我们感情不错，甚至可以一起出去旅游。我还没去过澳洲，想看袋鼠。周琛手里拿着公司资料：“澳洲有什么好玩的？那我们去看极光吧。”周琛摇头：“我去过，没什么意思。我的心在滴血，这些地方
都曾是他为了胡迪飞去过的，为了寻找那个消失的女人。现在他却不愿意为了妻子再去一次。结婚第2年，我怀孕了。胡迪飞经常消失在周琛的世界里，然后再出现。他消失的时候，他需要我；他出现的时候，我就被放到一旁。这苦是我放弃梦想换来的，我必须咬牙坚持着，就算外界的人都知道周琛爱的人是那个胡迪飞。结婚第3年，孩子1周岁生日，周琛不在，他陪着胡迪飞在加勒比海度假。这1年，周琛装都不想装了，我一个人的戏剧舞台该打烊了。结婚4年，周琛提出了离婚。对不起，梁冰，我们离婚吧。窗外大雨倾盆，电闪雷鸣。周琛坐在我对面，告诉我他和胡迪飞的纠葛，他对胡迪飞的爱情。我也以为我自己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可我爱他，我没法骗自己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没法陪你演下去，我们离婚吧。看在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我不想离婚。我问他，我们2人就算没有爱情，也有亲情啊。周琛冷冷地看着我，我指着我们的孩子，还未长大的女儿，你想让她这么小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吗？我们只是离婚，他还是我的孩子，你还是他的妈妈，只不过我们不再是夫妻。我坐了一晚，泪水早就流干。我在想，我到底哪里错了？在爱情中，他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出轨，想结婚就结婚，想离婚就离婚。为什么我不肯离婚，他也对我视而不见？周琛和胡迪飞2个名字总是出现在头条，看戏的人都称赞他们的爱情伟大高尚，都在嘲笑我的不知好歹。糟糠之妻是该下台了。结婚第5年，我答应了离婚，我要从这片沼泽中抽身而去。这一辈子还长，我得放过我自己。再次见到周琛是半个月后，他穿着病服，嘴角叼着一根烟，手插到衣服口袋里，站在我家楼下。回来了，他嘴角带着笑，吊儿郎当，像极了小时候他带我去逃课那时候的模样。他跟在我身后走进我家，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进了屋子，他掐灭了烟，家里只有白水。周琛乖乖坐在沙发上，没有定制西装和昂贵的皮鞋，他显得平易近人。我都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没准备做手术。周琛喝了一口，很紧张地对我说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手术不是非做不可，公司里的业务我都能上手。开颅，谁家的脑袋那么精造啊？我看着他紧张而又青涩的模样，突然觉得他好幸运，命运给了他伤人的利剑，又让他将这一切都遗忘，坦荡地继续生活。如果你不做手术就能答应和我离婚，那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。阿冰，我想不懂，也不明白，我怎么会是那种人，背叛你，还伤害你？周琛放下手里的水，手足无措地解释，之前那个伤害你的人，他已经不见了，不是我伤害了你，你生气就打我，就骂我，千万不要丢下我。他这模样真的让人心疼，可我没法原谅他。你跟我来。我们2人穿过门厅，走到另一间屋子里。屋子正中间有一张照片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告诉过你，我们还有一个孩子。我看着周琛，他的面色惨白，像一尊雕像。可是你害死了他。周琛看着黑白照片里的小孩，张了张嘴，又闭上。他好像要哭，可脸上有没有泪水，看起来很奇怪。我走近，看着照片里的孩子。那天你照顾小桃，没想到胡迪飞去找你，你把小桃一个人锁在酒店里，然后你们去看画展，去泛舟，酒店发生火灾，小桃逃不出来，拿起一旁的水杯，转身朝他砸去。周琛，我他妈的恨死你了！你为了你的爱情，弄死了自己的孩子，
我的孩子在火海中叫妈妈、叫爸爸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他妈在那个女人身上撒野呢，是吧？酒店起火，他们联系你，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抬手又给他一巴掌。周琛蹲在地上，他的喉咙里发出了怪异的叫声，像极了被逼绝境的动物。一想到我的孩子因为周琛这个王八蛋的爱情而死掉，我就恨不得杀了他。小桃的葬礼他没去，只将2套房产转到我名下。原来他孩子的命只值2套房。我知道他不爱这个孩子，可心怎么会这么冷？也是有了那个女人，他想有几个孩子都行，还在乎我的孩子吗？他开始哭，呜咽着，拉着我的腿，跪倒在地上。我没想到，梁冰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然后抬手疯狂扇自己的脸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我对不起你，从没见过他这样，他的痛苦还不够。我拉着他的衣领，你过来，踉踉跄跄。他跟我来到了衣帽间，里面放着我的婚纱。我摸着白色的纱裙，细细地摸着，好看吗？周琛点头。你知道我们的婚礼是谁设计了我的婚纱？我又问。周琛红着眼，喉结滚动。我看着他笑，是你的真命天女胡迪飞，她设计了我的婚纱，她也设计了我的爱情，把我的丈夫夺走，再把我的孩子夺走。你们这对狗男女怎么不去死？手里紧握着的打火机上满是我的汗水。就这样吧，周琛，我承受不起，你毁了我的一生。点燃打火机，婚纱四周一下子火光四射。什么时候的婚纱最美？新娘穿着的时候最美吗？不是，燃烧着的婚纱最美。周琛不知道从哪里拿了水泼过来，灭了火。衣柜里的衣服也着了火，他拼命灭火。我靠在一旁，抬手点了点。小桃被烧死的时候，那得多疼！你现在难受了，你呀也应该被烧死。之后几天，周琛跟在我身边，送我上下班，给我做饭。我享受着他对我的好。想去看烟花吗？迪士尼的烟花很好看。我摇头，讥讽地看着他。你带他去过？周琛脸上的笑意收起，低头吃着饭不作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找话题。我们的婚戒呢？你怎么从不戴？那些好看的戒指呢？你怎么不戴？我看着我又粗又厚的手，笑了。周琛创业的时候，我回国背着家里人帮他，家里的洗衣机坏了，为了省钱，大冬天我用手洗，冻得我的手都长疮，像个萝卜。这是我从来没跟他说过。后来我的手又粗又厚，一到冬天就疼。周琛从没有给我买过戒指，甚至还很嫌弃我的手。一次在珠宝店，我碰到了他给胡迪飞挑戒指，看到了我，也不慌张，站起身，似笑非笑地走到我身边。你的手真丑，胡迪飞的手很珍贵，是艺术家的手，应该戴最昂贵的宝石。周琛说完，轻蔑地看着我的手，我也看着我的手，轻叹一口气。此时，周琛急忙握住我的手，他的手很细很滑，摸起来很舒服。回医院那天，程峰过来接他，他看了看周琛，又看了看我，他想说什么，但是什么都没有说。我苦笑。程峰也算是我婚姻倒塌的见证人。胡迪飞自杀周琛陪床的那晚，就是程峰值班，祝你们手术成功。不过周琛没做手术，他把之前苛刻的离婚协议书修改后寄给我。我看着能到的财产，心里一股郁气消散，痛快地签好了自己的名字。周琛打来电话，你过来看看我吧，顺便去领证。拿着新签好的离婚协议书，我到了他家。胡迪飞不在，可这家里的还有他的东西。你不问问我为什么吗？他把离婚协议书递给律师，整个人很沉稳。你是个懦夫。我说，你不敢面对那个你，
你把所有痛苦和悲伤留给我，周琛，你真应该去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现在这副模样。周琛沉默着，背光坐着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。走吧，我们去民政局。我站起身，走到门边。我都记起来了。他的声音很小。我转头看他，你告诉我，小桃死的那天，我就想起来了。我挑了挑眉头，怪不得，这里还有胡迪飞的东西。我拉开门，刚到车库，一阵影子飘到周琛的怀里，身后跟着一群人。你就是胡迪飞的情人。一个老头从人群中走出来，胡迪飞脸色苍白，躲在周琛身后。我是周琛，请问你是胡迪飞？老头大笑，我是谁？我是胡迪飞的老公啊！我和周琛都十分震惊。他开画廊，做设计，成立工作室。你以为凭他那点才华就能立足，不得用钱打点吗？老头歇斯底里的怒吼，这个婊子给我戴绿帽子！你是他情夫，之前你们的新闻都是证据，我要在法律上搞死你们！周琛最先反应过来，转头问胡迪飞，他耸肩，都是他给我的，我又没主动要。然后他从周琛的兜里抽出一根烟，点着，看着他这模样，我真的不想忍了，走到他身边，抬手一个巴掌，脆响，声音在车库里回荡，所有人都看过来，胡迪飞自己都觉得不可以，他把脸扭正，刚要张嘴，我又抬手给他一巴掌。第一巴掌是替我女儿打的，第二巴掌是我替我自己打的。胡迪飞的泪水涌上来，他靠近周琛怀里，我看向周琛，不管你要怎么爱他，现在必须和我去民政局领离婚证。周琛，你已经害我够惨的了。周琛的目光在我身上和胡迪飞身上来回移动，我受不了这种选择的目光，径直走向我的车。车外，周琛一动不动，婚没离成。我一个人在西西里岛度假。胡迪飞已婚出轨，并且勾引已婚妇男的事情上了新闻头版头条，很多富太太都出来诉苦。原来他是惯三，所有的风花雪月都是周琛的自作多情。所有人的言论无非是胡迪飞是一个狐狸精，和可以做自己父亲的人结婚，勾引有钱的富商。万人唾弃，周琛和他的绯闻一夜消失不见。我一个人过得清闲，期间只有一人过来找我，程峰。他不是来度假，他是来找我劝说周琛做手术的。他现在虽然想起来以前的事，但是血块位置移动了，没做 CT， 我们不知道血块去哪里了，这很容易发生脑溢血，必须做手术。我喝完一瓶啤酒，他做不做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他还欠我一条命呢。你该去劝他，而不是找我。可是程峰没有走，他在这里陪了我1周，让那个劝周琛做手术的理由像个借口。程峰离开的时候，我用微醺的眼看他，好像看见了周琛还爱我时的目光。可我现在没法承担起那么重的感情。周琛创业的时候，程峰过来看过我们。那天周琛不在，我做了一桌子饭招待程峰。程峰打量着我们破旧的屋子，坐在饭桌前一言不发。可他看向我的目光，我明白，梁冰，如果你过得不好，我这里有闲钱可以帮助你，你也没有必要非要和周琛在一起。他说的困难，我讽刺地笑。程峰，我不是那种人，我也不想再见到你。程峰的爱太深太久，我不敢触碰。海风吹动我的头发，天气很好，人群欢乐，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能够感受到周琛在消耗他的生命，这是个悲伤的地方。我启程去了冰岛，看到夜空中的极光，木屋里木柴燃烧的声音和雪落下的声音很搭，屋子里很暖，一瓶烈酒下肚，甚至不太清醒，
玻璃外的景色十分美好。我和尚书很久没有这么惬意过了。缓缓地我睡了过去。梦里，周琛也和我在屋子里待着。他像以前我们甜蜜的时候，和我说情话，告诉我好好照顾自己。他把所有东西留给我了，可又不像是梦。他冰凉的手按在我的额头，我想睁开眼看看他，怎么都睁不开。这辈子我对不起你，下辈子你也别碰到我了。我笑了，他还能有这觉悟。突然，梦寂静，不知道醒来的时候是几点。极夜让人迷失自己。缓神，我的心空落落的，拿出手机，国内时间10点半，许多条未读信息。周琛9点38打来一通电话，我没听到，没接。未接来电的下面一条信息：琛兵集团总裁周琛于9点45分死于家中。泪水落下的同时，林中小屋响起了敲门声。梁兵，你在吗？我是程峰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